一答吧。这货你有勾引人呀！大哥小心啊！什么事啊？嘘，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哎呀，什么味儿啊？哎呀，是抢水呀！谢谢你啊，姚 Sir， 这次要不是有你啊，真的会伤很多人啊。有什么要跟进的，打给我。谢谢师兄。姚 Sir， 死者的钱包。他应该是窒息致死，凶手还是个熟人。没错，根据初步检查，死者的鼻子和口腔都有淤血，极有可能是窒息致死，死了大概10个小时左右。我回去解剖完之后，再给你一个详细报告。谢谢你，多特利。不客气。啊，您没检查过尸体，也没掰开嘴看过。你为什么肯定死者是窒息致死，而且凶手是熟人？很简单，他根本没有表面伤痕，所以应该是窒息致死。你看他的高跟鞋，一点磨损都没有，就是说他不是被人硬拉来这里。她长得这么漂亮，但是没被人性侵犯。还有，你看她的手表和那手链，加起来应该有10几万，而且钱财也没有损失，应该是熟人做的。神探就是神探，未卜先知。我什么都承认了。我希望你详细再跟我说一次。当时我开着车回家，谁知道突然呢有辆绿色的私家车从小路冲出来。何先生录这么久口供，嘴都干了。李贤，给他杯水。当时我开着那辆车。何先生，你说当时是在哪里？在7贤道39号外面，突然有辆绿色私家车从小路冲了出来。你说绿色私家车，其实绿色有很多种绿，你知道哪种绿吗？是这种绿呢，还是这种绿啊？是这种绿。再喝点水。不行，我喝了很多了，我去洗手间。你推开这个橙色的门，直走就是南侧，没问题吧？没问题。姚 Sir， 你干嘛把颜色调乱说？但是姓何的又听你的。姚 Sir， 是何德的儿子来了。谢谢，在这儿等一等。爸爸，你怎么样？我拿了钱来保释你了。你怎么来了？叫你妈来就行了。你不是说要回医院值班吗？我担心你吗？我已经把当时的情形告诉警察了，他们说会告我，没事的。李贤，带何先生走，告他妨碍司法公正。什么？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他不是危险驾驶，他是在说谎话。说谎话！刚才我们录口供的时候，他没躲开我们视线，说话也很肯定啊。他刚才的口供是背出来的，但是你的手出卖了你。你说完每一句话就不自觉地摸嘴，这是隐瞒事实的表现。你根本看不到冲出来那辆车是绿色的，因为你有色盲。刚才在接见室里，你翘着腿，这个动作代表你很不安。同时，我也看你左边的袜子做了个记号，这是色盲人用来分辨颜色的方法。还有，我刚才叫你认那辆私家车是哪种绿色，你竟然说是这种绿色。其实这位阿 Sir 穿的衣服是橙色的，所以我怀疑你患有红绿色盲。患有这种色盲的人，对于橙色和淡黄色这种复杂的颜色分辨不清楚的，所以我100%肯定你有色盲。于是我带你来这里。怪不得来这里的时候你说这门是橙色，他毫不犹豫就推门进去。何先生，这个门不是橙色，是绿色。当时的司机不是你，是你想维护你的儿子。不是我儿子，撞死人的是我。何先生，有没有闻到你儿子还有很大一股酒味儿？你是个医生，你不会一大清早就喝酒吧？你一定是昨晚喝了很多酒，醉酒驾驶撞死人。你怕影响你的前途，所以让你爸来顶罪。你胡说，是我撞死人的。不过你儿子还有点良知，因为他听到你把罪名扛上身的时候，他闭上双眼，用手托头，这个动作是羞愧的表现。你是个医生，你应该救人，现在你撞死人，还要让这么疼你的爸爸替你顶罪，你这辈子过意得去吗？对，我也懂法律的，你再这么说，我就要求找律师。他怕的用律师来压我们，摆明心里有鬼。但是凶手不是他。别乱冤枉人啊！我也懂法律的，你再这么说，我就要求找律师。
他口供前后矛盾，不肯合作，又谎话连篇，又有杀人动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凶手？他回答你问题的时候，除了回避你的视线，他的肩膀还不自觉地动了一动，这是代表他在说谎，他想逃避你的问题。但是当你说他是凶手的时候，他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竟然松了一口气。如果他真是凶手的话，他不应该有这种松弛的反应。我肯定他最多是隐瞒了自己发过滋扰短讯和寄那个毁容玩偶去恐吓女死者。姚瑟，你觉不觉得有点矛盾？你那么肯定他不是杀女死者的凶手，但是你又肯定他恐吓过女死者。这很简单，根据医学报告，人的下巴以下、喉咙以上有很多神经末梢，摸摸这里可以降低血压、减慢心跳，令人平静一点。当一个人紧张或者有压力的时候，不自觉会摸摸脖子、摸摸这里，安抚自己。那还有这里，他双脚绕着椅腿，是因为他受到高度压力，想把自己的身体隐藏，跟敌人拉开距离。这个卢文健，如果他不是隐藏了什么的话，他没有必要有这个反应。既然他没有杀人，他只是恐吓了死者，那他有什么要隐瞒的？厉害啊！既有人体结构，又有心理研究。姚瑟，你说的太对了。不过什么神经末梢啊，什么移腿理论，我真听不明白。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理论，我带你去证实一下。卢文健，我知道你没有杀过梁思敏，我也知道你是有事隐瞒。我有什么隐瞒了？你发恐吓短讯和寄玩偶给梁思敏。神经病！我怎么会做这么无聊的事？你刚才摸下巴，还有你双脚绕着椅腿，这个动作表示你很不安和你有事隐瞒。我没有啊。有，你觉得梁思敏有事瞒着你，于是你就问他为什么对你若即若离，使你那么痛苦。所以你在8月12号早上6点11分，在他楼下等了很久，于是你发了个短讯问他在哪里，跟哪个男人在一起。在8月15号0点38分，你发个短讯给他说不要再玩弄感情，他是玩不起的。又在8月28号晚上12点整，你又发了短讯给他说他太无情，会在后巷掐死他。没有啊，我只是咒他不得好死啊。就是承认那些恐吓短讯是你发的了。你们根本就是在坑我。你不走运，我们姚瑟是有名的超级电脑，不会记错的。还是老实说吧。我只发过短讯和毁容玩偶给思敏，想吓唬他们。我也不想的，当初是他先挑逗我的，等我追他的时候，他又放我鸽子，摆明了就是耍我嘛。我就想吓吓他，报复他咯。我真的没有杀人啊，Sir。OK， 放他。不是吧？他说没有就没有，你放了他。阿西，你办理手续。 Yes sir。谢谢你，何永光先生，你跟死者都在普普高的采购部做事。我们在你的网站里找到这张照片，是你们部门去烧烤的时候拍的。姚 Sir 一看完照片，就说这个人是谋杀案的关键人物。这家伙是关键人物，难道是凶手？追过死者就是凶手。之前那个卢文健不止追过，还恐吓过呢，又放他走，官大压死人。我看他有多了不起。有照片为证，又有这么多同事看到你们这么亲密，你怎么能够否认跟他没拍过拖呢？不过我看得出来，女死者抱着你的时候，她很不放松，她用手臂隔开你们两个。她表面上好像很喜欢你，但是她对你有所保留。女死者根本不喜欢你，为什么你对女死者有不屑和敌意的表情？的确有点奇怪，你们一定不止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她偏偏找一张焦距不准的放上网。表面上她跟你很亲密，但其实她并不喜欢你。为什么她要这么做？因为她想利用我。她怎么利用你？当初思敏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我想追她，但是被拒绝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她经常含情脉脉地对着我笑，经常发些短讯给我，并且暗示我再追她。那我就大胆追她咯。可是她这人很奇怪，在公司的时候就缠着我，一离开公司又对我很冷淡啊。最后还是提出分手，问她为什么呢？她竟然说由始至终就没喜欢过我。其实她根本是在耍我，把我当小丑一样，耍得我几乎快疯了。那你知不知道他这么做什么目的？他不肯说。其实只要我清醒一点，就会发现他在利用我。我记得那次在公司的周年晚会上，各位同事，跟着要做的比赛是运转乾坤水为财。哇，是的。喂，你现在要去玩，而且一定要赢。那么无聊，别玩了。一定要玩啊！记不记得你说过什么都肯为我做啊？我不管啊，你现在是不是不玩啊？那我找别人陪我玩。不要我玩，你别生气。
我听你的嘛。哎，卢大人！没事吧？没事。女死者喜欢耍她男朋友，她那么做应该是想气卢文健。你们注意啊，如果女死者这么做是想刺激另一个人的话，她的视线应该是看着那个人，但是她现在并不是看着卢文健。女死者的视线是看着台上，她好像看着那个司仪。没错，女死者的视线的确是看着那个司仪。为什么他笑得那么怪呢？这个司仪他笑起来紧闭双唇，这种笑在心理学上叫做 cool smile， 是狞笑，也就是带着怒气的冷笑，就是有点生气的笑。台下玩游戏还看见何永光摔在地下像水。很多种方法的，虚心点听别人的意见没有坏处。我一向都很虚心的，是不虚伪吗？莫尼斯，莫尼斯。哎，等！哎，姚 Sir， 你不是叫我拿文件吗？干嘛又坐电梯啊？喂，有点风度啊！风你的头啊！帮他拿着。Yes, madam。哎，巧莹。哇，对不起啊！你搞什么呀 ？OK， 测试完毕。对不起啊！你搞什么呀 ？OK， 测试完毕。看完这两段录像，大家看到些什么？看到是无头苍蝇在那里撞来撞去。电梯人多嘛，好狗不挡道啊！谁挡你了？是你太胖，快减肥吧！你说什么呀？除了死者搭的电梯人少，我们的电梯人多，还有阿瑟你吓唬人造成的混乱情况之外，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我觉得死者跟林维生是认识的。暂停，他说到重点了。啊，真的认识啊？不止认识，还很熟。Madam， 你怎么看的？没有，就是看了这两段录像，再看看战法，我总觉得他们俩认识，这是我直觉。那直觉呢，是一个人的学问，再加上经验累积出来的判断力，有时候很准的。暂停，你刚才判断的很准，你可以多利用你的直觉。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根据研究呢，当一个人到了陌生环境的时候，为了寻找安全感，他们会靠墙站。那就对了，林维生跟女死者正是靠墙站的。但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Abraham 曾经说过，他说人与人之间有4种空间距离。第一种 public distance 公众距离，可以到360厘米那么远。第二种是 social distance 社交距离，大概从120到360厘米，就好像我们隔着张桌子这种距离。第三种是 personal distance 就是个人距离，大概从45到120厘米，就好像伸手碰到对方这样。虽然是认识，但是没有特别的关系。如果像林维生所说他不认识死者的话，就应该像我们在电梯里，一进电梯大家很自然的各站一个角落，既安全又可以保持最大的距离空间。像刚才张静思进电梯的时候，阿西跟李贤很自然的往后站，除了在礼貌上让多些位置给人站之外，你们也下意识想跟一些不熟的人保持距离，保护自己的 personal zoom。正巧巧莹进电梯，她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给我们，就是她一进来很自然呢就走到比较熟的人身边，而阿西也没有抗拒巧莹入侵她的个人距离。哦，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林维生认识死者了，因为他们两个站的距离已经入侵了双方的个人距离。不止啊，那巧莹，刚才我靠你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不用怕，照实说，刚才做实验嘛，我就是想听你的真实感受。刚才姚水突然走那么近，我有点紧张，另外有一种好像被人侵犯的感觉。
Everhill 所说的最后种距离就是 intimate distance， 亲密距离，是从45厘米到零距离，也就是亲人了、很熟的朋友、情侣，还有夫妻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哦，就是你刚才入侵了巧营的亲密距离。所以使得我紧张，心跳跟血压立刻上升。那除非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不然的话，一个陌生人入侵了你的亲密距离，你就会有一种敌对和被侵犯的感觉。林维生跟女死者已经突破了他们的个人距离，达到亲密距离了。林维生有老婆的。哦，女死者是他秘密情人，搞婚外情。那也未必是什么情人啊。那你看看女死者垂头丧气，可能她不舒服，站歪了，不小心不自觉地靠近了他。如果女死者是不自觉靠近了他，那么林维生应该离开一点，这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们留意一下死者的眼神，他好像有话要跟林维生说似的。但是林维生立刻看着那个闭路电视，告诉死者这里有录像，小心别人看到。于是女死者就很无奈、很泄气地靠到一边了。说起来也很像，也可能是巧合。林维生刚好是抬起头来想事情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是女死者的腿已经出卖了，他们有亲密关系。女死者的腿？我这次去美国读的这个课程，其中一课是由一个很资深的 FBI 探员教我们的。他整堂课就讲人的一双腿。他说我们的腿要比我们身体任何一个部分更加诚实。那人在正常的情况下会双腿站直，便于保持平衡。但是交叉腿这样站，是表示身边有个人你很信任，你很自在，很有安全感。取一些你口腔的组织去做化验。李先生，谢谢。大家注意一下，他的手有点哆嗦，还在腿上来回擦。其实他是想擦走手心的汗，还有用手臂触摸来镇定自己。从心理学上来说，这是极度紧张的表现。被人说是杀人凶手，吓也吓怕了。来，张大嘴。不是，那他也害怕。我在整个问话过程中，虽然他怕，但是手心并没有出汗，一直到展庭说有证据要验他 DNA 的时候，他就表现出真正的害怕。他那么怕验 DNA， 因为杀梁思敏的真凶就是他。我们要24小时跟着李维生。Yes, sir. 爹地回来了，爹地，我做完功课跟我打游戏机。爹地今天很累啊。鲍比，你让爹地休息，你自己回房间做功课好不好？乖。乖啊。哦。你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你被警察请去协助调查，你没事吧？没事。不用骗我了，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是不是认识那个姓梁的女人？麻烦你机场。喂，老婆，上计程车了。那你小心点儿，到机场给我电话。好。喂，司机，去机场不是走那边吗？喂，老公。咦，什么事？急着走啊，林先生。老公，还是去酒局坐坐吧。干嘛走得这么急啊？我想去台湾玩2天。那看见我们同事也不用跳车啊。报告已经出来了，从死者左手指甲里边发现的皮肤组织跟你的 DNA 是完全吻合的。你知道报告一出来你就跑不掉了，所以你要逃。是你杀死梁思敏的，你要哄她开心，买了很多名牌给她，所以你亏空公款。但是他又反而用这一点来威胁你，要你跟老婆离婚，然后你就跟他争执，之后杀了他。其实你很后悔杀死他，你刚才捂着双眼是不想听到这个事实。你表情现在很难过，很伤心，证明你很喜欢死者。既然你那么喜欢他，为什么要杀他呀？我没有。你有。你半夜引他到后巷，看见没人就捂住他的嘴，任他窒息而死。我没有。你有。你是有计划、有预谋，蓄意杀害梁思敏。我没想过要杀他，是他逼我的。那晚我跟我老婆在家，突然收到他发的信息，
他说要跟我摊牌。我到了酒吧外面，他就发疯的冲过来问我想怎么样。你终于肯来了吗？你又想怎么样？我问你想怎么样啊？你要不要娶我啊？那别这样了，说啊说啊！我怕被人看见，没办法，就拉他去了后巷谈。哎呀，你跟我来嘛！放手啊！你说谎！你说会跟你老婆离婚娶我的，你一直都在欺骗我。我是跟他说过，但是我老婆说，如果我跟他离婚，他就跟儿子一起死，你叫我怎么办呢？我不知道你哪句是真的，我不管，反正今晚就是最后期限。你再不跟你老婆离婚，我就把你的坏事爆出来。我亏空公款也是为了你呀、要不是你贪慕虚荣，乱花钱乱挥霍，买名牌要最好的享受，我会去炒股票，搞得现在一身都是债。你快把我逼疯了，你用尽一切手段了，故意在公司惹男人追你，就是要气我。是啊，我是气你，但是有用吗？你还是不肯公开我们的关系，也不肯跟你老婆离婚呢。我知道你不开心，但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东西哄你，你这样还不满足？我是不满足，懒得再跟你说。我现在数3声，再不跟你老婆离婚的话，我就把你的坏事爆出来。1、2、3。思敏啊，别这样啊，思敏，不要，放手啊！不要！我要告诉全世界，你用公司的钱去炒股票。不要，不要，让人知道我死定了！放开！不要！闭嘴！闭嘴！别叫！别叫！住嘴！住嘴！住嘴！这些伤是他抓的，但是我真的没想过要杀他，我只是不想他叫，我不想别人知道我们的事，我没想过要去闷死他。跟着呢。我看他晕倒在地上，没有呼吸，或者是死了。我不明白你说什么。你很快就明白。其实我一直注意林太太，您很喜欢穿窄跟的高跟鞋。法证那方面也比对过，死者围巾上的鞋印，无论是鞋跟的受力程度，或者是鞋跟的磨损方向，都跟这双高跟鞋完全吻合。还有，我们验过你的 DNA， 跟死者梁思敏右手指甲里面的皮肤组织是完全吻合的。也就是说，死者梁思敏死前曾经跟你接触，你承不承认是你杀他？其实你一直知道你老公跟梁思敏有私情，你很恨他。你怎么知道？你一直都想梁思敏死，也想把罪名嫁祸给你老公。你一定很奇怪，我连这些都知道。其实是你的身体语言出卖了你。刚才你在走廊扮演一个很无辜的妻子，其实一直都演得很好，直到你进了电梯。麦登叶告诉我，你听到你老公承认是杀梁思敏的凶手，说这么做会让他良心好过点的时候，你突然间松了口气，好像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正常来说，一个老婆听到老公这么说，她的反应会是伤心、激动、难过，甚至是晕倒，但绝对不会松一口气。你这个表情，因为你已经找到了戴罪羔羊。梁思敏抢你老公，你想他死，这个不难理解。但是林维生是你老公，你为什么要嫁祸给他？他做过什么令你这么恨他？是他们把我害成这样的，我恨死那个女人。梁思敏这个狐狸精，仗着自己年轻有几分姿色，见了普普高才没多久，就勾引我老公，还经常打电话来骚扰我。你人老珠黄，就别再缠着你老公了。我见过你，眼睛那么小，雀斑又多。拜托你去整容吧，我年轻又漂亮，你怎么跟我比呀？我不服气，我不能输给那个贱女人，我要比她漂亮。为了保住老公，我真的去整容了。整一次不漂亮，我再整，不断的整，整到最漂亮为止。但是越整越惨，连我都吓坏了，竟然自己都不想看到自己。我回来了。哦，干嘛戴起来戴着太阳眼镜？没事啊。来，上来。哎呀，不要不要啊！你搞什么？好好的没事，你去整容？你看看你，整得像个妖怪一样。你叫我以后怎么对着你啊？我不想看见你。
我做那么多事，都是为了他，他竟然嫌我丑，我太不甘心了。我知道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个贱女人，就因为她比我年轻，比我漂亮。我怀恨在心。终于有一晚，那个贱女人又发短信给他，趁他换衣服的时候，我偷看了短信的内容。我知道那狐狸精又要耍花样，我很生气，立刻偷偷地跟着我老公。果然，我看见他跟狐狸精一起进了后巷，于是我就跟着他们。我听到他们吵架，原来他竟然为了那个狐狸精亏空公款。我很生气，我希望那个狐狸精把事情爆出来，让这对狗男女一起完蛋。我以为他杀死了那个狐狸精，谁知道他竟然没死。他要是不死，我就没好日子过。不行，所以我要亲手杀了他，杀了他。既然我老公他无情，我为什么不能无义啊？他以为自己杀死了那个狐狸精，我就顺水推舟了，闷死他！谁让他们这么对我呀？整件事情连老天都在帮我呀，是老天在帮我收拾这对狗男女啊！但是我想不到，竟然被你拆穿了。吴美如女士，我们会落案控告你谋杀梁思敏。告我？告就告了，那个贱女人想跟我斗啊！谢你，要死！这位大叔卖报纸的，早上他从这里经过，发现死者倒闭现场，法医初步估计死者应该死了一段时间。死者黎晋红33岁，还没找到他家人。姚学琛，一个我认识了多年的好朋友，黎晋红，我们记忆学校的教练。嗨，黎晋红，你认识他？死者身上有些东西，有个小本子写了很多数字。根据初步检查，死者除了摔下楼的伤痕之外，没有其他伤痕，怀疑从高处堕楼身亡。应该是自杀的。那也未必，通常自杀的人大部分在跳楼之前会脱下他身上的私人物品，比如鞋啊、眼镜之类的，那就代表解除世上所有的束缚。凡事都有例外的啊。对呀，所以我说通常。杨 Sir， 杨 Sir， 这颗螺丝很明显被人松过，底部的锈迹掉了，那些锈渣都掉到地上了。如果真要自杀的话，就这么跳下去就行了，何必搞这么多事？可能他自杀是想装意外骗保险的。你这么清楚，保单你的名字是自杀是意外还是谋杀？查完才知道。金红是我们记忆学校其中一个教练，他很受学生欢迎，而且他为人很风趣，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想不开。我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很意外。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呢？我不觉得。听说他即将参加一个国际性的记忆比赛，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压力太大了？压力当然会有，
因为他要面对全世界的技艺高手。不过建宏对这场比赛很有信心，我昨天看见他还有说有笑的。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他什么时候开始做教练？在5年前，我去一间进修学校做一个介绍技艺法的讲座。我讲完之后，建宏是第一个来报名的。他跟我说，他读书成绩不好，记性又差。他听完我的讲座之后，很想参加我们的课程，准备再考大学。技艺法是很讲究想象力的，是要把一些好像没有关系的事物联系起来，要靠右脑的运用。我记得建宏学了不久，我发现他的右脑很发达，想象力很丰富。他经常想到一些很生动的影像和故事，把一些好像没有关系的事串联起来，所以他是那么多学生之中资质最好的一个。我们在死者身上找到一个本子，本子里写满了一些数字，你知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这些是圆周率，在这场国际赛事里，其中一项就是背圆周率。圆周率？记它干什么？我们的记忆界竞争很大，能够记忆圆周率的数字越多，就代表我们的成就越大。建宏他很想赢这场比赛，所以他写下这些数字方便练习。这次他要记多少位数字呢？上次的世界纪录是小数点之后8万多个位，如果这次建宏能够记到9万个呢，就可以打破世界纪录。所以他一定要很专注，想象更多的画面，能够记得越多越好。我们查到你跟死者之前因为合约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有没有这回事？有，但是最近我们已经解决了，而且还合作得很开心。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美诗，学琛，姚 Sir， sorry， 发生了这种事。建宏太傻了，他竟然放弃自己，他可能压力太大，很想成功。难道我逼得他太紧了？发生。哇，这灯好怪啊！哇，怎么挂这些玩意儿啊？你发现吗？喂，你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怎么了？看看，你也怕？他房间怎么这么特别啊？不，我好怕，他怎么听这种音乐啊？姚 Sir 说的，想了解一个人真实的一面呢，最好是看他睡的地方。我也是想了解李景洪真实的一面。你别装姚 Sir 上身了。你别烦了。这是什么？很邪门吧？姚 Sir，你见多识广，有没有见过？展婷啊，你怎么看？这些照片真的很怪。他的房间更怪啊！一推开房门，哇，阴森恐怖啊！墙上挂满了邪门东西。你说他会不会进了邪教，被人控制住，逼他跳楼了？你想象力很好，跟姚 Sir 一起学了本事了。我们问了很多口供，也相信 Wilson 和魏永山都有杀人动机，但是我们又一直没有明确线索。你觉得是不是有人隐瞒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呢？你指的是谁？我记得上次问完了廖美诗口供出来之后，你告诉他，你怀疑黎晋红的死不是自杀那么简单。我直觉觉得他这个动作是有所隐瞒。不是啊，这个动作经常做的，是小动作吧？其实嘴唇紧闭通常是表示压力和焦虑，在很不安的时候会有这个小动作。例如听到一些坏的消息，就会下意识闭闭嘴。可能当时美诗很难接受黎晋红被人谋杀，她很不安，所以有这个动作。其实跟隐瞒无关。我感觉他知道一些事情。你想多了吧？我们查案不是应该多想一点，以及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线索吗？哎，姚 Sir， 李协说找到线索，想请你们过去看看。怎么样？找到什么重要线索啊？我不是想炫耀，不过光说不如做点实际的事。幸好我下班还惦记着工作，拿着黎晋红的照片一家家拍门调查，有付出必然有收获。我有重要发现。是谁呀？黎晋红。拍片子的人住这栋大厦的对面，他在黎晋红死前那晚11点钟左右，看见他一个人神神秘秘在天台，所以就拍下来。他嘴在嘀咕，不知道说什么，能不能大声一点？再大声也是车声，从对面拍的嘛。
哎，暂停！他走到栏杆位置，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很明显，那碗螺丝还没被人松开，就是后来有人在那动手脚。那个人还知道李继红第二天会再上去，嘴里嘀咕着走来走去，是不是撞邪啊？好戏在后头。那是谁？见过的。Wilson。黎晋红死的前2晚，你是不是见过他 ？Sir， 我不记得了。你不记得了？你是记忆法的教练，不记得？有人事发前1晚拍下你跟黎晋红在天台争执的片段，怎么样？记得了吧？是，我是有找过他，谁叫他故意躲着我，不听我的电话，我就跟他上天台了。他在天台干什么？谁知道啊？看见他嘀嘀咕咕的，我以为他撞邪了。那你们吵什么呢？我叫他还钱了，要不是他，我会欠人家300万，我一定要拉他下水。追不成债就打架了？我本来还没那么生气，他说他就快发财了，将会赚很多钱，跟着还叫我别妨碍他，说给我50-60万让我还债。喂，他耍我，所以我就打他了。之后呢？之后我约了人，没空陪他疯。你走了之后，越想就越生气。你知道他第2天会再上去，所以偷偷的回天台拧松栏杆螺丝，让他推的时候掉下去。你是凶手，对不对？啊 ，Sir， 我没杀人，我不知道他推什么栏杆，你别冤枉我。你别再说谎了，我没有，我要找律师。放了他。Sir， 我喘不上气了。姚 Sir， 哎，那个威尔森没事吧？他有心脏病，但是没有准时吃药，幸亏及时看了医生，吃了药之后没事，回家了。那家伙根本是在装蒜，不知道为什么不抓他回来落案告他。他曾经拿着把刀上技艺学校要挟廖美诗，也跟踪过黎晋红上天台打他。一个个性这么冲动的人，怎么会用这么迂回的杀人方法呢？刚才我说他杀人的时候，他拍桌子拍椅子，这就是心里有鬼了，姚 Sir。这很简单，一个性格这么冲动的人，如果觉得自己被人冤枉是杀人凶手的时候，他发脾气拍桌子，这是很正常的反应，不能断定他这样就是在说谎啊。如果他是故意掩饰呢？他应该是影帝。照你这么说，也不能排除他有杀人的可能啊。我不会抹杀任何的可能，但是最关键的证据没有找到，留他在这儿也没有用。那个片子就是最关键的证据，他也有杀人动机。黎晋红死之前还见过他，而且跟他打过架，这不是证据是什么？我没说你讲的不是证据，但是要100%肯定他是凶手，我们还缺少一些。还缺少什么？他用什么方法杀人呢？就是啊，连用什么方法杀人都不知道，很难告他的。行了，片子是我找的，我去找。你闲。他们2个的教学风格很相似，就连拿笔的手势和动作都一样。说对了。看到没有？白板上的字体，凡是带有口字的，例如记忆的记字，或者是宫殿的宫字，他都会用3角形的写法来代替口字。没错。我们再看3年前黎晋红是怎么写这个口字，他不是用3角形这种写法。但是就算他们教学的手势和字形相似，又代表什么呢？廖美诗是记忆学校的主席，而黎晋红是他一手培训出来的教练，他们的教学风格相似，理所当然的。好像我们学画画或者写书法，都会模仿老师的风格。你说的对，不如我们再看看这个。想在短时间里记住很多事的话，那就一定要来我们诗意记忆学校报名。我们看看那个。OK， 这次获奖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当然，最要紧的就是有你的努力了。他们的眼神和笑容很相似，你不说我会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每个人大脑里面有一种反射神经元，它可以让大脑识别出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特别是情侣，他们会不自觉慢慢模仿对方的动作，然后成为一种习惯，出现了心理学上讲的无声移情效应。这种面部的肌肉神经模仿运动会让我们的轮廓、鼻、嘴角动作慢慢的相似起来，我们称它为 mirror behavior， 镜子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夫妻相。你的意思是说，廖美诗和黎晋红他们是情侣关系？你之前说的对，廖美诗的确有事隐瞒。你打算怎么样？哎呀 ，sorry 啊。不要紧。对了，
什么事急着找我？是不是静红的案子有新进展？其实有些事呢，我想请教你，你相不相信一对情侣对得久了，举止甚至样貌都很相似？干嘛突然问这个？你先回答我。你说这些呢，应该是夫妻相。我有一些朋友啊，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模子印的，一看就知道是两口子。给你看一些照片。看像不像？这张像啊，这张，这张也像啊。那这张？这一张啊，简直就像双胞胎啊。那这张？怎么连我的照片也有啊？这张？没事，我不是故意试你，但是作为朋友，我希望大家可以老实坦白。我是一个执法人员，我不希望你隐瞒什么。你到底跟黎晋红是什么关系？我知道骗不了你多久，你猜的没错，我曾经跟晋红在一起。在5年前，我去一所进修学校介绍记忆法。当我讲完课之后，晋红主动过来请教我。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谢谢各位同学。老师，我想报名啊。哦，明天那班已经满额了，我帮你报下个月吧。我想快点上课，请你通融一下。没位子了。求求你了，我真的很想快点上课。OK， 那你明天上课吧，我替你安排一下。谢谢你啊。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明天上课？其实我一直想念大学，不过记性差，成绩又不太好，怎么都考不上。我年纪不小了，不想再浪费时间了。我希望尽快上记忆班，能帮我考上大学。我之前说过，晋红右脑很发达，是难得一见的人才。之后我还把所有的记忆法教给他，他真的很用功，吸收得很快。一般栽培一个教练大约要半年时间，但是晋红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已经掌握到所有的技巧。不久之后，他正式成为学校的教练。Surprise!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谢谢。快许愿吹蜡烛吧。好。耶！是不是很惊喜呢？是啊，谢谢你们。喂，有没有人送 birthday kiss 跟美食？喂，你们别乱来啊！我们说说，谁敢呢？不怕被你吵啊？自从那天之后，我跟他很自然走到一起。但是他因为担心其他人误会他跟我一起是为了往上爬，所以我们只是发展地下情。但是我想不到他原来是个花心的人。我发现他竟然乱搞男女关系，跟一个有夫之妇一起。我真的很伤心，对他也很失望。我看见他跟魏永山一起，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还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看我那么激动，立刻说对不起。他说他一时意乱情迷，求我原谅他。他还答应我以后再也不会见魏永山了。你选择了相信他。当时我的确相信他，我为了留住他还替他赔了违约费。当我知道他瞒着我继续跟那个女人在一起，我真的很失望。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但是想不到过了没多久他竟然死了。对不起，让你想起伤心的事。来，谢谢。你放了他了？是吗？这么没记性，吃太多糖没好处。可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你什么时候发现他跟魏永山在一起？是11月18号。那你跟他摊牌是什么时候？是第2天。为什么你记得这么清楚？你不记得我说过吗？触动感情的事是不会忘记的，正如你当年看着你爸爸怎么死，你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没错，触动到感情的是特别深刻的，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想不到你连我爸爸的事都记得。因为你说过吗？虽然我跟你相处的日子没有多久，但是你说过的事我记得很清楚。
还记不记得你曾经把你爸爸的照片给我看过？但是很奇怪。奇怪什么？后来我去了纽约读 high school， 有天在地铁里，我看见一个男人很像你爸爸。不会的，他人早已经去世了。到了第二天，在同一个地方，我又看见他，之后就再也没看见他了。不可能，你一定认错人了。我看着他死的。我是一个以卖记忆为生的人，难道我会记错吗？ Sorry， 让你想起一些不开心的事。啊，不要紧。既然你已经知道我跟静红的关系，我相信警方也会怀疑我跟他的死有关。没错，从我们警方的角度，你可能跟静红有感情瓜葛，所以杀了他。但是从朋友的角度，我绝对相信你。天台栏杆的螺丝是有人故意动过手脚，从那一刻开始，我已经肯定黎静红不是自杀，不是意外，是被人谋杀。但是我一直想不通，凶手要杀他的动机，最重要是他用什么方法去杀，在这方面我完全没有线索。直到我的下属找到了一段黎静红死前2天在天台被人拍下的短片，我反复看那段短片，我想找出黎静红在天台自言自语走来走去的原因。开始曾经有种说法说他撞邪，因为我们在他房间里找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图案。后来我又去了天台，希望能够进入黎静红的角色。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件事，黎静红所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乱走，她一直在重复着走进一间房，开了门，进入另一间房，跟着又关上门。到底她在做什么呢？于是我重组黎静红所走的每一步，我得出一个图案，就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从那时候开始，我终于明白了，黎静红的死是可能跟记忆宫殿有关，而凶手就是掌握了他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诱导他走进凶手预设的死亡陷阱里面。你的观察力真的很强。那次我去你学校，第一次介绍黎静红给我认识，你说她要去德国参加世界记忆比赛，这个比赛对她很重要。比赛其中一项就是要背出圆周率小数点后9万个数字，一个这么庞大的数字，以普通的记忆法根本应付不了。于是你就教他用记忆宫殿。我为了要知道更多记忆宫殿的秘密，就找了很多资料，里面讲到要记得深入，记得多，所创造的宫殿要很大，里面要分很多区。所以黎静红临死前在天台走来走去，其实是要建立心里面的宫殿。但是更重要的，书里说到，如果要把记忆的事记得深刻，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要把形象变得恐怖，形象要变得怪异狰狞。比如人有3头6臂，凶神恶煞，锯齿獠牙，因为只有奇异恐怖的画面才能令人印象深刻。这样也许能够解释到为什么会在黎静红家里发现那么多古怪的图像，因为你一直引导他去想这些画面，让他着魔。所以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当时他正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是你的，因为只有一个熟悉黎静红而又心思缜密的人才会想到这种迂回的杀人方法。但我一直不敢想，可能我怕再多走一步，就会发现更多我不想知道的事。所以你那天带我上天台，就是想试探我。我一直很矛盾，因为我很难接受我一个好朋友是凶手这个事实，但是身为警务人员，我一定要求证。其实栏杆已经修好了，我故意走过去看看你有什么反应，而你当时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你就是那个凶手。因为除了我们警方，没人知道黎静红是从哪条栏杆哪个位置掉下去，而你竟然那么了解。也就是说，在栏杆动手脚的是你，
你就是那个凶手。当时我很苦恼，一方面我很感激你这个朋友，当我有危险的时候，你会跟我说小心。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泄露了你就是那个凶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得选择，所以我设个局，要 Wilson 引你出来。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举动，可能你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不希望你受伤。你说的对，静红的死是我一手策划的，是我引他上天台，教他记忆法，他才能记住所有的数字。地方就这么大了，所有房间都用了，没有地方再放数字了。没错，地方有限，但是想象无限。你要再运用你的右脑，想象一下，用力推开这道大门，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宫殿，里面有很多房间，你可以继续把数字放进去。没错，我可以再想象，有另一间宫殿。那，你现在试想一下，用力推开这道宫殿之门，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宫殿。地方有限，但是想象无限。你要再运用你的右脑，想象一下，用力推开这道大门，进入另一个更大的宫殿，里面有很多房间，你可以继续把数字放进去。既然你帮他赔了一大笔违约费，照道理你们的关系应该很好啊，但为什么你要杀他？这方面，我相信姚瑟最清楚。你要我说？到了现在，还隐瞒什么呢？好，我的同事曾经跟踪你，记下了你所有的行踪。你曾经去见一个脑科医生，叫黄千佑，他是专门研究老人痴呆症的权威。在这一刻，我想起了很多事。为什么你记性会这么好？我爸爸经常跟我说，他担心自己没有记性，会很快忘记一些事，所以用了很多方法去记。他还教我，想记得更久，一定要深入去记。谢谢。你放了糖了？是吗？就算你爸爸担心自己没记性，就算你不记得放糖，那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为了要证明我的想法，我去你办公室找你。在你的办公室里，我发现你抽屉里放了瓶药，于是我记下了药名，去问医生这是什么药。医生告诉我，这种药是用来医治阿兹海默症，就是老人痴呆。从那刻开始，我的画面完全清晰了。如果有人因为你这种病要挟你，要逼你放弃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而又引以为荣的事，这一点就是你的杀人动机。没错，我是患了家族的遗传病。我爸爸说过，每一位家庭成员在30岁之后都可能会病发，而且会慢慢忘记所有事。我一直希望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近2年，我的记忆力开始出现问题。我一直不想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创立记忆法学校的人，竟然患上了老人痴呆症，是不是很讽刺？但是最讽刺的是，我一直细心栽培，一直信任的人，他知道我有这个病之后，不止不帮我，而且还要要挟我，要抢走我所有一切。你说的是黎静红，怪不得 Wilson 跟我们说，他最后一晚上天台看见黎静红的时候，黎静红跟他说，
他将会有一大笔钱就要发财了。他这么说的意思，是因为他将要坐上你的位子，是不是？可能我把他逼得太紧，他很想摆脱我。他知道我有这个病之后，就立刻变脸，要挟我把学校分一半给他。我很怕，这所学校是我辛辛苦苦建立的，我不想被那个坏蛋抢走。我可以帮他赔一大笔违约费，我可以容忍他乱搞男女关系，但是我无法容忍他背叛我，抢走我的一切，所以我没有办法不杀他。